When she was 8 months old, her parents enrolled her at Tiny Toes Nursery, your place of work, a place at which they had every right to expect that she would be looked after by trained and professional staff who would care for her and keep her safe. On the last of which, 9th of May, she died whilst in your charge, aged 9 months and 21 days. Her death was absolutely avoidable. 大家好，我是小小，欢迎来到24探案。吉妮维弗米汉，亲切地被家人称为吉吉，2021年7月18日出生于英国斯托克波特。她是一个早产，出生时仅35周，但凭借父母的悉心照料和医疗团队的支持，她健康的成长，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吉妮维弗的父母是2位杰出的法律专业人士，父亲约翰米汉是一名成功的律师，母亲凯蒂惠勒是一位事务律师。他们为吉妮维弗和她的2个姐姐营造了一个充满爱与机会的家庭环境。吉妮维弗被形容为一个活泼、顽皮、充满好奇心的孩子，她喜欢敲打铃鼓，喜欢与6岁的大姐姐嬉戏，姐妹俩形影不离。她的笑容如同杂志封面的婴儿般迷人，绿宝石般的眼睛闪烁着生命的光芒。她的父母回忆，她对世界充满好奇，总是用欢笑和活力感染周围的人。2022年4月，吉妮维弗的父母决定将她送入位于斯托克波特齐德尔休姆的名叫小朵的托儿所。这是一个在当地颇有声誉的机构，由弗兰克和凯伦佩利夫妇经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可靠的托儿选择。吉妮维弗的父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必然对托儿所进行了严格的筛选，确保这是一个安全、专业的环境。然而，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个决定将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2022年5月9日，星期一，凯蒂惠勒像往常一样将9个月大的吉妮维弗送到小朵托儿所。这是一个普通的早晨，吉妮维弗刚学会迈出第一步，开始咿呀学语，展现出超越同龄人的发育水平。凯蒂回忆，吉妮维弗那天有些轻微的鼻塞，但整体状态良好。她在送别时对女儿说：“我爱你，小甜心。”这是她对吉妮维弗说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后来成为她心中唯一的慰藉。吉妮维弗被交给托儿所的婴儿室负责人凯特拉夫利，一位37岁的女性，拥有17年的托儿工作经验，并担任小朵托儿所的副经理。在托儿所的婴儿室，拉夫利和另一名工作人员负责照看11名婴儿。上午10点左右，闭路电视录像显示，拉夫利开始对吉妮维弗表现出明显的厌烦。他还称吉妮维弗为焦虑的头脑，并在婴儿哭泣时不耐烦地说：“如果你继续哭，我们就没可能做朋友了，你把一切都搞砸了。”这些言辞不仅缺乏关爱，甚至带有恶意，表明拉夫利对吉妮35分左右。到了婴儿午睡时间，拉夫利将吉妮维弗紧紧地裹在毯子里，使她无法动弹，随后将她面朝下放置在一个豆袋上，并用安全带固定。闭路电视录像显示，吉妮维弗在豆袋上挣扎了整整1小时37分钟。她的哭声、咳嗽声和身体的扭动清晰可见，表明她正处于极度的不适和痛苦中。她的泪水甚至浸湿了豆袋，导致她更加陷入其中，呼吸愈发困难。然而，拉夫利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检查，他偶尔瞥一眼，但从未靠近或尝试安抚吉妮维弗。相反，他对同事说：“如果你让自己忙起来，就听不到她的哭声。”这种冷漠的态度令人发指。到下午2点24分，吉妮维弗的挣扎逐渐减弱，她耗尽了体力，陷入了缺氧状态。她的身体因长时间的压力和缺氧而崩溃，最终停止了呼吸。然而，直到下午3点12分，拉夫利才终于走近查看。他把手放在吉妮维弗的背上，发现她毫无反应，脸色发青。他迅速掀开毯子，将吉妮维弗翻过来，但为时已晚。他将吉妮维弗解开，抱到游戏垫上，4名工作人员围着他，试图唤醒他，但吉妮维弗的身体已经瘫软，毫无生命迹象。下午3点20分，警察和医护人员赶到现场，立即将吉妮维弗送往斯蒂平希尔医院。他的父亲约翰已经在急诊室外等待，目睹了医护人员对女儿进行心肺复苏的绝望场景。然而，所有努力都无济于事。下午4点09分，吉妮维弗被宣布死亡。
How did you notice? That Well, I she'd obviously gone? constantly check on them that they're breathing when they're sleeping, and I kept going over to them. And the last time that I went over, I'd gone like every probably 3.5-4 minutes to check on her, and she was just like that. 2022年5月9日，大曼彻斯特警方接到小朵托儿所的紧急呼叫，称一名婴儿失去反应。警方迅速展开调查，调取了托儿所的闭路电视录像。这些录像成为案件的关键证据，清晰地记录了拉夫利的行为以及吉妮维弗的痛苦挣扎。录像显示，拉夫利不仅忽视了吉妮维弗的哭声，还通过嘲讽和冷漠的言辞表现出对她的厌恶。5月13日，拉夫利因涉嫌过失杀人被逮捕。在首次警方问讯中，他坚称自己每5分钟检查一次吉妮维弗，并将事件描述为无法避免的意外。然而，当警方出示闭路电视录像，显示他长达90分钟未对吉妮维弗进行任何实质性检查时，他的谎言被彻底揭穿。调查团队开始深入分析他的行为动机和托儿所的整体管理情况。调查过程中，警方邀请了多名专家参与案件分析。一位独立的儿童保育专家审查了闭路电视录像，指出拉夫利的行为缺乏关爱、残忍且不专业。他不仅未能遵循安全睡眠规范，还通过冷漠和敌对的态度加剧了吉妮维弗的痛苦。一位安全睡眠专家进一步确认，吉妮维弗的死亡完全可以避免。如果她被放置在正确的睡眠环境中，例如平坦的婴儿床上，且保持仰卧姿势，她绝不会死亡。尸检报告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结论，排除了任何潜在的医疗原因，明确指出死亡是由窒息和不安全睡眠环境引起的生理压力所致。专家还指出，豆袋的柔软表面和紧束的包裹方式使吉妮维弗无法翻身或调整姿势，导致她窒息。调查还揭示了小朵托所在管理和运营上的严重缺陷。托儿所的婴儿是经常超员，工作人员与儿童的比例远超法定标准。例如，案发当天，婴儿室仅由2名工作人员照看11名婴儿，而英国规定每名工作人员最多照看3名2岁以下儿童。此外，托儿所的睡眠政策明确要求婴儿仰卧睡在坚硬表面上，但拉夫利声称使用豆袋是常见做法，因为婴儿床数量不足。这种管理混乱直接为悲剧埋下了伏笔。凯特·拉夫利1987年3月4日出生，案发时37岁，来自斯托克波特的西顿诺里斯。他18岁从大学毕业后便开始在小朵托儿所工作，积累了17年的托经验，并晋升为副经理。表面上看，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但他的行为却暴露出严重的职业素养缺失。拉夫利没有自己的孩子，居住在一个普通的家庭环境中，与伴侣和宠物狗生活在一起。案发前5天，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耐人寻味的帖子：有时候我会为自己没主动联系或关心别人而感到愧疚，但后来我意识到电话是双向的，也没人来关心我。这则帖子显示出他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可能反映了他在工作中缺乏对他人的关怀。检方认为，拉夫利对吉妮维弗表现出非理性和令人不安的敌意，可能是因为他将吉妮维弗视为麻烦。吉妮维弗是一个活泼、需要更多关注的婴儿，这可能让拉夫利感到他的工作被打扰。他的行为如嘲讽、忽视哭声、粗暴对待，表明他不仅缺乏同理心，还可能对吉妮维弗的家庭背景产生某种嫉妒或偏见。检方指出，拉夫利将吉妮维弗的哭声和需求视为对他时间的侵犯，并通过将他束缚在豆袋上进行惩罚。2024年4月，案件在曼彻斯特皇家法院开庭审理，历时1个月。拉夫利被控过失杀人罪和虐童罪，但他坚称无罪，称吉妮维弗的死亡是无法避免的意外。他的辩护律师试图将责任归咎于托儿所的管理问题，指出婴儿室超员和婴儿床不足导致了不安全的环境。辩方还强调，托儿所的高级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实时闭路电视监控婴儿室，却未能及时干预。然而，闭路电视录像成为压倒性的证据。陪审团观看了长达90分钟的录像，目睹了吉妮维弗的挣扎和拉夫利的冷漠。录像显示，拉夫利仅在吉妮维弗停止呼吸后才进行检查，且他的检查极其敷衍。陪审团还听到了拉夫利对吉妮维弗的嘲讽和敌对言辞，
例如停止抱怨回家吧。这些证据让他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检方检察官彼得赖特在总结陈词中指出，拉夫利的行为是故意的，他通过将吉妮维弗束缚在斗带上来惩罚他，因为他认为吉妮维弗的哭声和需求干扰了他的工作。他强调，吉妮维弗的死亡是灾难的配方，而拉夫利正是这场灾难的制造者。庭审期间，吉妮维弗的家人提交了令人心碎的受害者影响陈述。凯蒂·惠勒表示，他感到内心已死，无法接受女儿在如此痛苦中离世的事实。他说，我为那天毫不知情而感到羞愧，我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因为我没能保护她。吉妮维弗6岁的大姐姐在陈述中说，每天我都被悲伤击倒，这个女人做的事太可怕了。我的妹妹本该有2个姐姐，我本该有个妹妹，这改变了我的一生。约翰·米汉则直接对拉夫利说，你永远不会有救赎，你将永远是个杀害儿童的凶手。2024年5月20日，经过5小时46分钟的审议，陪审团一致裁定拉夫利犯有过失杀人罪。5月22日，法官埃伦伯根判处拉夫利14年监禁。法官在判决中表示，你的冷酷行为剥夺了吉妮维弗本应拥有的未来，她的死亡完全可以避免，是你非法行为的结果。闭路电视录像显示，你对她仅进行了最敷衍的检查，每个人都在希望你能抱起她，解除她的危险，但你没有。拉夫利在判决时面无表情，毫无悔意。吉妮维弗·米汉的案件是一场令人痛心的悲剧，它不仅揭示了凯特·拉夫利的个人冷漠和疏忽，还暴露了小朵托所在管理和监督上的严重问题。拉夫利的行为无疑是导致吉妮维弗死亡的直接原因，他的冷漠、敌意和对基本安全规范的漠视令人震惊。作为一名拥有17年经验的副经理，他本应熟知婴儿安全睡眠的要求，但他选择了忽视这些规范，将一个无助的婴儿置于致命的危险之中。他的谎言和无悔意进一步加剧了受害者家庭的痛苦。然而，托儿所的管理问题同样不可忽视。超员的婴儿室、不足的婴儿床和低薪资导致了工作人员的压力和疏忽。小朵的业主显然将利润置于儿童安全之上，未能确保足够的看护比例和安全设施。闭路电视的存在本应是一个监督工具，但管理层未能及时发现拉夫利的危险行为，这表明整个机构的运营存在系统性漏洞。这起案件引发了对英国托儿行业监管的广泛讨论。英国教育标准局在案发后立即暂停了小朵的运营许可，4个月后，该托儿所因未能满足法律要求而被关闭。斯托克波特议会也展开了对托儿所健康与安全状况的单独调查。此外，案件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婴儿睡眠安全的法规，例如是否应明确禁止使用斗带作为睡眠工具。尽管拉夫利的行为是悲剧的直接原因，但更严格的监管和更清晰的指导方针或许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吉妮维弗的父母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尊严，他们不仅在庭审中面对痛苦的细节，还致力于为女儿建立一个积极的遗产。约翰·米汉和凯蒂·惠勒表示，他们将确保吉妮维弗的名字成为希望和变革的象征。他们的声明令人动容，我们为无法听到他的第一句话，无法看到他长大而悲痛，但我们将永远为他感到骄傲。他是我们的光，我们会努力让他的遗产激励他人。吉妮维弗·米汉的案件是一个沉重的提醒，儿童的安全需要每个人的责任心。无论是托儿工作者、管理者还是监管机构，每一个环节的疏忽都可能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凯特·拉夫利的14年刑期或许能为吉妮维弗的家人带来一丝正义，但它永远无法弥补他们的损失。我们希望这起案件能够推动托儿行业的改革，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安全、充满关爱的环境中成长。感谢大家收看这个令人心碎的故事，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下期视频再见。